风浪是勇者的勋章，这就是 Harry Hansen 品的主题核心。这与王一博的内核非常贴合，他就是内娱真勇士，了不起的中国青年。预热开启的这一刻，见证着王一博在户外领域的起航。瞧瞧王大美立着水灵灵的商务，拿下海利汉森，成就十全十美。王一博这个电线杆身材真是吸睛，整整10个服饰品牌，7大奢牌加3大博货。这都是王一博在时尚圈的格局。闪耀巴黎时装周，从香奈儿、罗意威、俄靠斯大秀场到全球推送同时，更是给足了牌面。与此同时，潮流服饰 M 素带着他驰骋赛车场，安踏并肩与世界运动场，脚上的 Jimmy Choo 总会来点出其不意的精彩点缀，活泼的丫丫，重回视野的真维斯，还有创意新奇的小怂包胶内。为什么这么多服饰品牌如此青睐王一博？自然是个人的身材好，气质佳，人气旺，流量高。带货强，没办法，老天爷赏饭的同时，还给他不足的内在美。王一博穿衣是一种感觉，专属于他的那种感觉。无论多难驾驭的衣服，都有个性的衣服。到了王一博这里，凡是他上身后，就是王一博风格的感觉，穿出自己的特色来，始终会有自己的个人魅力在。撩人的香奈儿遇上王一博，如同找到了自己的缪斯，女装大佬的名号直接被拿捏，更别说休闲运动类是王一博的心头爱。随便一穿，那就是潮流爱躺，成为年轻人的穿衣指南。管你穿上与王一博差距有多大，同款就是一种可以横着走的个子记，是一种感觉的释放。你不懂 Z 世代，那就不要轻易来模仿。王一博同款带来的满足感无需多言，只是一味的框下单，这就是王一博上身就是爆款的魅力所在。这次 Harry Hansen 携手王一博，无疑是品牌调性的契合度很符合彼此，一个是户外界中的头牌，一个是户外圈的新星。强联合自然会引爆好多个圈层，日热开启，一个剪影就给了我们无尽的遐想空间。长发潇洒的随着海风飘荡，手上的绳子有序的收拢着。这个画面中，好身材一眼看下来就知道他是谁。防水性设计是海利汉森的特色所在。王一博在探索心性中多次穿过，很早就被扛着8倍镜的网友给扒了底朝天。所以说，王一博上身过的、用过的，都将会成为代言人。王一博的一真不是随便喊的，横竖都是影。哪怕不播剧、不参加活动、不露面，热度依然居高不下，因为在这综艺的广子全都是王一博的。一季歌手下来，王一博出镜率比歌手多，在播的电视剧会 cue 到他的名字，各类综艺更是天天 cue 王一博出来，各种名总爱拉他出来预热。大平衡扫核心商圈，台铃发布会正式官宣续签第3年，王一博人在北美，不是在续签就是预备新代言官宣中，商务热闹场合一点都没停啊！想到他出门前拼命给他粉丝补作业似的囤拍了数不完的物料就想笑，原来顶流勇闯天涯前夜加班加点啊！作为内娱知名电线杆30家的代言，一天营业发1周都能排班满月的主，我要是台铃我也得宠着抓紧了，毕竟和王一博长期合作，从品牌战略看，不管是从科技潮酷到专业硬核，还是用户年轻化战略，到如今的他经济女性化战略，从品牌高端化到全球化战略，王一博都堪称台铃白月光级别的天选代言人了。关键这个真顶流不仅形象上是真理想完美，还是真品效合一的标杆啊！不信你看真实大数据，遥想当年王一博作为台铃的首位全球代言人，国民级明星牵手国民级品牌官宣时，百度搜索指数环比暴涨2740%，资讯指数涨280%，提到相关话题全网曝光超6亿次，线上带动品牌声量提升25倍，人均体量提升506%，其中品牌方心心念念的 Z 世代用户占比39%，线下霸总附体，点亮24%地标灯光秀覆盖超1级用户人群。不说王一博的多元身份自带的潮酷属性，给到台铃这个一直以技术驱动为主的工科男形象有多大的活力和年轻化赋能，这种真顶流的影响力，光品牌传播上真立竿见影的有效数据提升，真能让品牌公关圈羡慕哭吧。但最重点是官宣王一博代言后的2个月内，一个王一博同款爆品赋能台铃3万家门店，超能 S 系列多地卖断货，台铃首次实现单月产销100万辆台的里程碑。这个新纪录知道啥概念吗？按最低平均2500亿台估算，那一个月就是25个亿，一个月的产销都超不少友商品牌全年销量总和了。更何况台铃报告中肉眼可见的中高端车型销量同比增长了超30%。
我要是台铃，喜提业内最顶的小金猪，真能笑开花了。每天不得秀个什么叫强强联手，什么叫现实版的品牌圈顶级品效合一案例吗？事实也如此。从此台铃与王一博深度捆绑，你上电影我为你包场，跟着你投放广告；你去湖南卫视跨年，我也在，一起创下新年第一声量，缔造了一场又一场现象级传播。不过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年一起顶峰相见的那场杭州亚运会，代言人演唱了亚运会火炬推广主题曲，亚运会火炬手也有台铃 CEO， 代言人拍了亚运电影，台铃就是亚运会赞助商，开幕式广告就是王一博和台铃的，带着王一博刷遍了 CCTV5 和杭州地铁，一起当亚运会金牌见证官。传说中的报喜童子，每个夺金时刻，一博就和台铃一起登场，高端与高端碰撞，品质与品质相连。大数据说话，王一博还是强的太可怕了。就这顶级商务价值的魅力，能不一起长线合作手牵手吗？你说呢？想把这个跟王一博有关的视频送给所有在追求更好的自己的人，在看到更加优秀璀璨的个体，在心生美好的同时，也总是希望自己的一切也能向他慢慢靠拢。在影视作品中，我了解认识了这个魅力四射的青年电影演员，脱离角色，在他的采访中，他的为人处事中，在旁人的评价中，在探索心境中，我认识了一个更加全面的王一博。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是对的。他就是我在某个不想起床的早上，在某个不能坚持的瞬间，在意志消沉垂头丧气的时刻，激励我继续前行的力量。他没有刻意要告诉我，也没有刻意走近，就像当你情绪到了，文字自然会向你走来。所以当你看见了光，如果你是真的向往光，好像你也不需要寻光而去，光自然会来照亮你。这是磁场相同的人的偶遇，高能的人给低能的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些情愫产生于看到他在风雪中挂在冰壁上的样子，拿着冰镐向上攀登的瞬间，看到他腰间挂满的工具，亦或是细看他戴着帽子戴着口罩仅露出的高挺鼻梁。这种情绪有点像高中时你看到你欣赏的那个男生在操场上冲刺的样子，汗流浃背，全力以赴，感觉他能扛起一切，感觉他无所不能，那是一种无比浓郁的欢喜、欣赏、崇拜。在那个瞬间，你会告诉自己，真正的强大也并不是要征服一切，而是果冒天地间那个渺小不断向上的自己。走到哪里爬到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个个向上攀登的瞬间，那股持续探索的向阳性。总有很多的观点，很多言论，很多庞杂的信息让你没有头绪，敢相信积极的那个准没错，喜欢那个热爱攀登的总没错。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我只相信是时间的问题。这些都是被他光照亮的瞬间。总想一一概括千言，却又怕不罗列明细，你不知道他有多好，于是只能慢慢罗列。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是对的。他是我在某个不想起床的早上，在某个不能坚持的瞬间，在意志消沉垂头丧气的时刻，激励我继续前行的力量。在看这个视频的人，我想他肯定也会是你的。